杜甫前出塞一诗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弯弓当挽强，用箭当用长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这句诗告诉了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，利用威力强大的攻击敌方要塞，可以从根本上瓦解敌人防御。这个作战思路在古代或许没有完全实现，但是在现代却有一把武器非常符合这个概念。今天火力军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伙——巴雷特 M95 反器材狙击步枪。看看这个大宝贝算不算得上是强攻长剑？其实反器材狙击步枪并不算是现代的武器概念，早在一战时期，由于坦克的出现，导致步兵在战场上的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。此时人们对坦克的针对手段并不多，尤其是在康布雷战役后，当时德国在坦克面前吃了大亏，被英国坦克揍得鼻青脸肿，这让德国下定决心，老子必须要报仇，弄一个单兵使用的反坦克步枪出来。毛瑟1918式反坦克步枪就这样出现了。坦克在这把大口径步枪面前脆得跟纸一样。不过德国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率先研发的武器到最后用到了自己头上。到了二战时期，由于步坦协同等战术已经非常成熟，再加上德国的坦克闪击战实在是过于无敌了，跑得快就不说了，关键人家站的位置太要命，回回都卡住欧洲苏联的脖子。于是为了针对坦克，各国都开始弄大口径反器材武器。苏军当年在苏德战场上利用反坦克步枪打掉了非常多德国坦克。在那个没有各式反装甲能力的步兵来说，这把枪就是上帝，那是亲爹，都宝贝的不行。不过随着反坦克武器逐渐成熟，再加上坦克装甲不断变厚，到了这个时候，这把枪说实话确实太鸡肋。你说扛着个反坦克炮直接给坦克来一下，不比拿反坦克步枪要简单粗暴还不费事儿？就这样，反坦克步枪退出了历史舞台。虽然这款步枪消失在了历史长河，但是反器材这个理念却永久地保留下来，逐渐演变为反器材狙击步枪。巴雷特 M95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M95 实际上是巴雷特家族的分支，它的创始人朗尼·巴雷特原本只是美国田纳西州的一名商业摄影师，不过在闲暇时他却是一位枪械爱好者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决心发明一款属于自己的大口径半自动步枪。在随后的1年时间里，巴雷特 M82A1 样枪出现，朗尼随后创立了巴雷特公司。这把枪此时的名气并不是很大，作为一个小公司，人家老牌军火商分分钟就给他干死了。巴雷特就想了一个骚操作，当年游戏厂商对产权非常重视， FPS 类游戏枪械模型如果没有厂商许可，非常容易吃官司，需要挪用原型枪就需要改名字改样子，避免官司。巴雷特却并不在意这一点，直接和游戏商合作，这也让巴雷特在游戏中大火。例如《使命召唤》游戏中，普莱斯狙击扎卡耶夫使用的就是巴雷特。大家开始逐渐熟知这款武器，销量也跟嗑了药的往上涨。当然许多人就会说了，光游戏出名有啥用？不还是个小公司？这和它成为军用武器有什么关系？实际上巴雷特研发初衷一开始并不是用作军用，而是以民用武器的身份出现在人们视野的，所以提高知名度才是巴雷特最需要的。当然这种营销手法也成功获得了军方的注意，不过当时军方对反器材狙击枪的喜爱程度并不高，美军对此也并没有在意，反而是瑞典军方率先采购了100支。有了这个开端，这款步枪逐渐走向军队。到了80年代末，美国海军陆战队需要一款可以打击轻装甲目标、摧毁技术装备、排除爆炸物等多用途远程步枪。但是在采购了100支 RAI 500后，依旧对这款武器能否值得信任展开怀疑。巴雷特此时记住了美国军方的需求，并且对 M82A1 进行了改进。到了海湾战争前夕，美国虽然知道自己可以通过出动大量战机轰炸伊拉克装甲部队、雷达等高价值目标来达到自己作战目标，但实际上并不能做到100%清除，并且对于伊拉克的装甲运兵车、炮兵指挥车也做不到饱和攻击。于是美军开始萌发采购可以针对远距离沙漠作战的狙击枪，不过当时的狙击枪都不能达到这个要求，甚至当时美军还提出了重启 M14 步枪的计划。
不过这款步枪是打得远，但却是在矮子里面挑将军，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。直到海军陆战队选择了 M82A1，这才让美军有了更优秀的狙击步枪。在沙漠盾牌、沙漠风暴行动中，这是巴雷特第一次登上战争舞台。美国狙击手用巴雷特 M82A1 狙击步枪，在2000米以外的间隔上屡次准确狙杀伊拉克士兵，还远距离摧毁多辆伊拉克炮兵指挥车与装甲运兵车。海湾战争使巴雷特狙击步枪一夜爆红，它能超远距离排雷，打击敌人高价值车辆、雷达，甚至是直升机。在巷战中，这款武器甚至可以作为反狙击使用，毕竟人家打得远、打得准，2公里之内狙击定力没活物，这是其他狙击枪没有的优势，可以直接协助地面部队扫清障碍，实战太过惊艳。美国军方也非常有意思，当海军陆战队率先使用这款武器后，并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，陆空军也纷纷过来凑热闹买武器，这也让巴雷特彻底打开了美国军方的市场。有了钱，巴雷特自然要进行改进， M95 自此诞生。作为 M82A1 的后辈，二者虽然在外观上几乎看着没啥区别，都是一个娘胎里的孪生兄弟，但在内部结构却有着非常大的改进。其中 M82A1 是常规布局的狙击步枪，弹匣在扳机前面，并且是半自动的，扣一下扳机就打一发。但是 M95 改成了无托结构，弹匣在扳机后面，而且变成了栓狙，打一发要拉一下。另外，针对 M82A1 的后坐力问题上， M95 也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，特别加入了反后坐力系统，系统由长反作用管组成，位于枪管上面，前端被连接到枪管的中点附近。反作用管的后面部分为反作用喷嘴，当枪射击的时候，一些热火药气体从枪管到反作用筒形成一个反向爆炸，具有反作用力，再产生一次后坐力，但与枪支的后坐力方向相反，来发挥抵消和减弱作用。这种设计极大地减少了.50口径子弹带来的后坐力问题，保证了枪支带来的巨大破坏力。更重要的是，这款武器的精准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该枪采用洛伊波尔德史蒂文斯 M3 式超级望远瞄准镜，放大率为10倍。除此之外，美军为了应对各种任务，还将为该枪配装新的消焰器、消声器，以及可安装各种瞄准镜和夜视装置的瞄准镜燕尾槽，这也让这把枪的战术价值发挥到了极致。可以说 M82A1 将巴雷特带火，但 M95 却是将这把枪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。并且火力军偷偷告诉你，巴雷特的定位可是民用狩猎步枪，民间也能使用，甚至有民间大神对巴雷特各种魔改。喜欢这把枪的小伙伴，甚至在未来也会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哟。那么各位小伙伴们，关于巴雷特 M95 这款武器，大家有什么想交流的，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